我们村突然来了个寡妇，年轻漂亮，身材惹火。她开着豪车到村部，跟村长说：“我死过6任丈夫，现在没有男人敢娶我，想在你们村挑个男人。结婚后，我出钱给你们办场修路。”寡妇跟村长提了2个要求：一是在我们村里出生的，二是年纪要在25岁以上。她说她重金请了一位大师，大师说她命格大凶，嫁的男人都扛不住，所以才会连死6任丈夫，而6任丈夫因她而死，会化作怨气缠着她。她来到我们村就是大师的指引。我们村后面有座恶龙山，山下出生的男人能压住她的命格，驱散她身上的怨气。说得挺邪乎，但我们村就是个穷山沟子，除了盛产娶不到老婆的光棍，再没别的长处。村长是个不信邪的，只觉得碰上了人傻钱多的富婆，这是天上掉馅饼了。当下就拍着胸口保证1天时间就把全村符合条件的男性都给他找来。送走寡妇，村长立马挨家挨户动员起来。当村里的光棍们听说白天那个漂亮的富婆是来挑丈夫的，一个个都馋得眼冒绿光。没人在意她死过丈夫，都说寡妇才懂得疼人理，更何况那么漂亮还有钱。甚至有好几个人大晚上跑去镇上理发借新衣服。刚满25岁的我也去隔壁村把表哥的洗面奶偷了过来，一个晚上洗了10几次脸。第二天一早，我们村部的院子里就挤满了人，男女老少都有，多是来看热闹的。符合条件的加上我在内，有足足30多人，个个都拿出了最好的精神面貌，等着被寡妇挑选。等到10点钟，寡妇才开着豪车姗姗来迟。跟她一同到来的还有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也就是她花钱请的那位大师。诡异的是，寡妇下车后打开后备箱，从里面搬出来6个纸人，给我们村里人看得一惊一乍的。这玩意儿不是死人下葬的时候在坟前烧的吗？唯一的区别就是他拿出来的这6个纸人并不是空心的，里面扎满了稻草，看起来更像是稻草人外面裹了一层厚厚的纸。而且那些纸人的脸每张都不同，但都抹着腮红，瞳孔漆黑，透着古瘆人的感觉。村长一脸狐疑地上去询问，寡妇告诉他，这是他死去的6任丈夫，把他们带到现场是大师的意思。大师说他们死后怨气未消，得看着自己找到命格够硬的丈夫，才会放下怨念。说着还在每个纸人的面前插了一根香，点了起来。农村人多少都觉得这场面有些不吉利，但他态度坚决。村长大概是想着修路和建厂的事儿，就忍了下来。只是气氛难免诡异起来，一些年纪大的老人都觉得不像话，直接就回家了。但我们这些待选的人却没一个离开的。虽然他整得很邪乎，但若不是因为他信这个，我们这些穷山沟里的男人又哪有机会娶到这么漂亮的富婆呢？他一出场，村里老少爷们的眼都直了。这样的女人谁也不想错过。我们本以为是寡妇亲自挑男人，却不料他只让村长收集了一下我们的生辰八字，交给大师后就搬了把椅子，坐在6个纸人的旁边，低头玩起了手机。人群中的我有些不甘心，村长私下里跟我说过，我是村里唯一一个上过高中的，论长相论学历都是村里最能拿得出手的。可没想到寡妇连正眼都没看我一眼，我就站在原地盯着她的身材看，看着看着，她似乎有些察觉，抬头跟我对视了一下。当时我心里正冒着邪念，下意识就避开了她的眼神，目光落到那些纸人的身上。那一瞬间，我猛然觉得这几个纸人的脸有些眼熟，然后被自己这个想法吓了一跳。再转头看到寡妇在冲着我笑，
心跳顿时就加速起来，把纸人给忘到脑后了。就在我以为自己也许多了一丝机会的时候，拿着我们生辰八字看了半天的大师却摇了摇头。这个动作一出，我听到身边好几个人都发出一声草。村长也是察觉事态不妙，声音都有些颤抖了：“没有合适的吗？”大师又摇了摇头。这下人群中的议论声开始多了起来，甚至有人说这俩是不是骗子，在耍我们。这个时候，寡妇走到大师身边，跟他窃窃私语了几句。他跟大师说话的时候，还朝我这个方向瞥了一眼。我和我身边的几个人同时挺直了腰板，但大师还是摇头。这下连我都想骂人了。没一会儿，寡妇开口了，对村长道：“大师来的时候算过，适合我的男人，一定在你们村，这些生辰八字都不够硬，是不是你没把人找齐？”村长说：“齐了呀，除了在外面打工的，村里满足条件的未婚男人都给他找来了。”寡妇却说：“我的要求是25岁以上，在村里出生的男人，可没说必须是未婚的。”啊，这一下把村长给整不会了。我听着人也傻了，跟边上的人嘀咕：“怎么个意思？不要未婚的，难道要找有老婆的男人？这女人是被狗屁大师下药了吧？”村部里围观的妇女们则是直接骂骂咧咧起来，说这妖精看着就是贱货，活该死了那么多丈夫云云。寡妇却对这些骂声丝毫不以为意，当场从村部拿出来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她说只要是满足条件的男人都可以给她打电话，把生辰八字报给她，她只看八字，不在乎老丑。然后带着大师和纸人扬长而去。看着女人离去的背影，我内心很是失落，以为这事儿就这么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却没想到寡妇离开的第3天，村里陈瘸子的老婆突然就喝了农药。陈瘸子论辈分，我得喊他一声叔，早年在外面当过包工头，年纪都快50了。大概7年前，我和一位同龄的发小跟着他去工地打过工，恰好碰上工地出事儿，闹出了人命。事情被压了下来，但工地老板发了火，亲手把他腿给打断了，然后他就成了瘸子，回到村里，再也没出去过。他老婆嫁给他的时候也是2婚，在村里一直都是个很彪悍的女人，谁都不会想到这个女人有一天会自杀。那天清晨，他喝完农药，就跑到了村口，嘴里吐着白沫，还在咒骂陈瘸子不要脸。为了个贱女人，居然要跟他离婚。村里人连忙打了120，可救护车还没到，他就咽气了。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陈瘸子偷偷给那个寡妇打了电话，他的生辰八字居然被选中了。寡妇问他想不想跟自己结婚，陈瘸子说想，然后二话不说就要拉着老婆去离婚。他老婆哪受得了这个气，尤其是这么被逼着离婚，对农村女人来说确实是没脸活下去了。村里人都说是寡妇和陈瘸子活活逼死的他。陈瘸子老婆下葬那天，寡妇还过来了，面对村里妇女们的咒骂，他丝毫不惧，反而底气十足地说：“我离开的当天晚上就接到20多个电话，你们这些人骂我，不如回去骂你们老公，我可没逼着他们给我报生辰八字。”这话一出，村里的妇女们更气愤了，恨不得生剐了她，但她们的丈夫都低下了头。她还说，过了头七之后，就跟陈瘸子结婚，先前给村长的承诺都会兑现，先出钱帮村里修路，再在村里开个厂，谁要是再骂他，就别想去他厂里上班。至此，至少明面上再没人骂他，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陪着陈瘸子把他老婆埋进了土中。
原本还装作悲伤羞愧的陈瘸子得到寡妇的承诺后，在下葬的过程中已经是克制不住兴奋了，看向寡妇的眼神里都带着火，嘴角时不时还扯出诡异的笑。而我们这些落选的男人看着葬礼结束后挽着陈瘸子手臂的寡妇，心里的妒火更是蹭蹭往外冒。一个发小咬牙切齿地跟我说，我就不信了，这么水灵的俏寡妇真的甘心嫁给陈瘸子这个老汉？你等着吧，只要她嫁进我们村，我迟早办了她。我知道村里抱着这个想法的男人有不少，本来村里光棍就多，女人偷汉子的事情并不罕见，但没想到陈瘸子和寡妇结婚的当天就闹出了事情。陈瘸子和寡妇像在他老婆头七刚过的第2天就举办了婚礼。那天刚好是中元节，农村人本身就比较忌讳这种日子，尤其刚死了人，他们还挑这种日子办婚礼，背地里没少被人咒骂。但村里人都不傻，尤其村长还私下里警告过，都知道我们这个穷山沟要是真修了路，办了场，受益的是每一户人家，道德哪有钱重要？所以哪怕不情愿，也都在那天来到陈瘸子家帮他操持婚礼事宜。甚至不少邻村的人听说了这桩奇闻异事，大老远的跑过来看热闹。寡妇不是本地人，接亲的流程全部省了，但是拜堂的时候确实让那些外村人开了眼。无他，寡妇又把那6个纸人老公搬出来了。不同的是，这次还多拿出来了一个蒙了一层黑纱的遗像，一下子把喜堂弄得跟灵堂一样。他说，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无父无母，一身的财富都是靠自己奋斗和6位老公留下的遗产，所以不拜天地高堂，只拜我的6位前夫和成全了我们好事的姐姐王桂芬。王桂芬就是陈瘸子那刚死掉没几天的老婆，这会儿倒是变成他姐姐了。陈瘸子的脸色顿时就有些不自然。他还说，之所以选择今天这个日子结婚，就是因为中元节，可以让姐姐和我的前夫们看到这一幕，我希望能得到他们的祝福。我们村里人见怪不怪，不用他说，我们都明白，这8成又是那个大师撺掇的。毕竟上次选男人的时候就说了要让他的亡夫们见证才行，更何况结婚。但是主事的村长还是把目光投向了陈瘸子，想听听他的意思。陈瘸子在一开始稍微觉得脸上挂不住之后，很快就笑了起来，满不在乎地说，应该的应该的，都是一家人，是该让桂芬和几位大哥见证我们的好事，就拜他们了。说完还非常主动的就跪下磕了头。这滑稽又荒诞的一幕属实是震惊了不少外村人。当时我就在人群中围观，身边的发小还问我，你说他为啥还给王桂芬的遗像蒙了起来？不是要给死人看吗？挡住了还能看到？我不以为然道，你真以为是让他们见证好事了？王桂芬被逼死才几天，换你，你敢对着遗像上的那张脸吗？我心底揣测，这肯定是那神棍大师出的主意。至于寡妇的话，只不过是一种说辞罢了。看着站在陈瘸子身边打扮得比往常更加美艳动人的寡妇，下跪时微微翘起的浑圆和伴随动作衣服紧绷时显露的惊人曲线，我当时是百思不得其解，那大师是给他下什么药了，能把他忽悠成这样？来不及让我多想，因为按照村里的习俗，拜堂成亲之后就是闹洞房了。我身边的发小和一众单身汉早就蠢蠢欲动了。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有恶劣的陋习。我们村闹洞房的特点是拜堂之后要抢新娘，从喜堂到洞房的这个过程中，村里未婚的男子都可以拦在路上，抱住新娘，让新郎从自己的怀里抢人。路程很短，但往往要闹个10几分钟。碰上新娘漂亮的，半小时都进不了洞房。
所以当村长说出那句送入洞房之后，站在单身汉人群里的我，就像是置身于草原狼群之中。前面是一只又肥又嫩的小兔子，身边的群狼争先恐后，眼冒绿光地冲刺而出。我的脚步尚未跟上，就见我的发小已经抱住了新娘，乐得嘴角都要咧开了。当然，他的手也没闲着，让我想起了那天他说要办了寡妇的狠话。以往这种时候，手上不干净的男人占点小便宜，新郎过来抢人的时候，就把新娘放下了，交到下一个抢婚人的手里，免得日后遭人记恨。过分一点的，新娘挣扎的比较剧烈的时候，也就把人放下了。但我发小不知是不是被小蝌蚪冲昏了头，不知何时竟然解开了寡妇喜服的口子，手往里面伸。陈瘸子好不容易挤开人群到他面前，看到这画面，气得眼都红了。本身就是个瘸子，抢也抢不过我身强体壮的发小。只听他骂了一句日你娘，就拽着我发小的手臂狠狠咬了下去。发小吃痛，骂骂咧咧地放下新娘。发了狠的陈瘸子却还不松口，任他几个巴掌拍在脸上，愣是从我发小的手臂上咬下一块肉来。原本喧闹的场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我一看事情闹大了，就要拉着发小走，先去村诊所把伤口消毒包扎了再说。谁料陈瘸子擦了擦嘴上的鲜血，指着我发小的鼻子破口大骂：早就知道你们几个小畜生没安好心，特么的，等着，以后有你的苦头吃。本来心里就不服气的发小立马就不爽了，甩开我，回头就给了陈瘸子腹下一脚。啊！陈瘸子双手紧紧捂着那部位，弓着腰就倒在了地上，痛呼不绝。这个时候，我抬头正看到寡妇那张美艳的脸蛋上，竟露出几分快意的笑。我在她的眼中看到了凶狠。扣子是寡妇自己解开的，是她拉着我的手伸进去的。发小包扎完伤口，站在村诊所门口郁闷地抽着烟，对我说道。而陈瘸子则被村诊所的医生打了电话，叫来城里来的救护车拉走了。医生跟我们说，发小那一脚踢得太狠，陈瘸子性命大概无忧，但是命根子80%是要废了。我看到了发小眼中的恐慌，因为陈瘸子临上救护车前嚷嚷着要报警抓他。我不知道这种伤是几级，但肯定算得上重度伤害了。真要是报了警，发小估计是要进去待几年的。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去求求村长，让他帮帮忙。都是一个村的，只要不报警，陈瘸子有啥要求都好说。我提醒着发小道。发小点着头，狠狠吸了2口烟，咬牙道：他不敢报警，我手里还有他的把柄呢。7年前那件事儿，你忘了？他要是不想让我活，那就一起死。7年前，我知道发小说的是哪件事，那是一场噩梦。我不仅没忘，还经常会在睡梦中回到那一天，直至被吓醒。但我知道发小说的是狠话，因为他如果真的把那件事儿捅出来，就不只是进去待几年那么简单了。但确实，这是个让陈瘸子住嘴的好办法。我催促着他去找上村长，一起去医院看看陈瘸子。如果对方执意报警，不妨提醒他一下。与此同时，我转身向陈瘸子家走去。我没记错的话，陈瘸子上了救护车，但寡妇没跟着去，同去的只有几个村里人。发小不会骗我，他说扣子是寡妇自己解开的，那就一定是他解开的。可他为什么这么做？一种不好的预感笼罩着我，联想起陈瘸子受伤倒地时他那快意凶狠的眼神，我心中的这种预感就愈发强烈。我到陈瘸子家的时候，参加婚礼的宾客都早已散去，但寡妇的豪车还在门口停着，我确信他没有离去。
只是在陈瘸子空荡荡的家里转了半天，也没看到一个人影。这寡妇跑哪去了？我心里嘀咕着，决定去她的车旁等着。今天的事儿太过诡异，我非要找她问个清楚不可。就在我准备从陈瘸子家里出来的时候，正好瞥到了举行婚礼的堂屋，披红挂彩，却站着6个格格不入的纸人。心中念头一闪，我掉头就来到了堂屋。这几个纸人的面部都有不同的特征，第一次见的时候，就给我莫名的熟悉感。此时，这种熟悉感又回来了。第一次看的时候离得比较远，此时离得近了，这些纸人的面部特征就更加显眼了。只是腮红涂得有点满，显得过于夸张。我用袖子在一个纸人的腮红上面擦了擦，发现下面竟还隐藏着几颗黑痣，三角形的黑痣。我脑海中顿时闪过一个腮上长了几颗构成三角形状黑痣的男人的脸，这特征太过明显，所以我一直记得，那是7年前工地的工友。我连忙擦掉第2个纸人脸上的腮红，三角眼，酒糟鼻，下巴上有一道疤。这是工地的老板。我瞬间就有些脊背发凉，把剩下几个纸人的腮红擦掉，一一看过去，每一张纸人的脸部特征完全是当年我那几个工友的模样。什么情况？总不可能寡妇之前的6个丈夫是陈瘸子以前带我打过工的工地老板和几个工友吧？哪有这样巧合的事儿？这几个人唯一的联系，也是我发小觉得可以拿捏陈瘸子不敢报警的把柄。当年他们在工地害死过一个女人。看着摆放在纸人中央被黑色纱布遮盖住的遗像框，我心中升起一个大胆的念头，伸手接下来照在上面的黑纱，果然不是陈瘸子的老婆王桂芬，而是一张有些陈旧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张年轻漂亮的脸蛋，这张脸这些年还时常在我梦中出现，因为我记得她惨死在工地的模样。是她。我惊慌地起身，心里升起一个毛骨悚然的念头，这个寡妇是人是鬼？7年前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家里也没钱给我复读，浑浑噩噩了半年，就听家里的安排，跟着陈瘸子去工地打工。那时候陈瘸子还不缺，当时他刚发迹，被工地的老板赏识，成了一个小包工头。过年回来的时候，梳着油头，穿着皮衣，很是风光。但我们村懒汉居多，虽然羡慕他挣了钱，可也都知道工地苦。只有我爸拉着我发小他爹，一起在小卖部买了几瓶酒去找他，让他带着我们去挣2年钱，回来好娶媳妇儿。陈瘸子收了礼，满口答应了。大年初6就带着我和发小以及他老婆王桂芬离开村子，到了省城的工地。陈瘸子说工地准备弄个食堂，王桂芬去给工人做饭正合适。去了我们才知道，哪是让他老婆给工人做饭，分明是这家伙在离工地不远的一家夜总会混熟了，把他老婆介绍过去做妈咪。肯定有人好奇，一个40来岁的农村妇女怎么在夜总会做妈咪？这就是陈瘸子的精明之处。原来他之所以被老板赏识，就是一次老板在夜总会喝多了，他恰好被老板的弟弟从工地喊来，一起把人带回去。就是那次他跟夜总会的保安混了个脸熟，留了个联系方式，后来没事儿就跟人打听夜总会有没有新来的年轻漂亮小姑娘。他知道老板好这口，一旦有年轻漂亮的新人进来，他就跑去跟老板说。老板下次去夜总会，想起陈瘸子说有个叫啥啥的姑娘新来的，又清纯又带劲，就直接点了那人。见了之后觉得果然不错。其实那时候的陈瘸子压根不知道他说的姑娘长啥模样，都是听保安跟他吹的。他又把原话递到了老板那。
但这不妨碍工地老板觉得陈瘸子会来事儿，比他这个夜场老玩家知道的内幕还多，这才把他提拔成了小头目，甚至偶尔也能跟着老板进去玩玩。这家伙心思活络呀，又开始找妈咪聊天，发现人家拉个皮条，比自己在工地累死累活挣的还多。后来呢，妈咪家里出事不干了，陈瘸子就动了让他老婆过来上班的念头。干这行是靠业绩吃饭的，陈瘸子想着只要保证工地老板这个客源，他老婆1个月的提成就跟他工资差不多了，而且让自己老婆打入内部更能讨得老板欢心。所以哪怕他老婆都40了，这事儿还真就让他给办成了。夜总会稳住了客源，老板玩得开心，陈瘸子老婆挣到了钱，赢妈了。本来这件事儿也就在工友之间是个笑谈，私底下陈瘸子还特地警告过我和发小，怕我们传出去村里人笑话他们家，毕竟那不是光彩的行当。我和发小也没当回事，谁能想到仅仅过了3个月，意外就发生了。那天刚好是劳动节，工地也放了1天假，大部分工友都相约着一起出去喝酒按摩了。工地上只剩下8个人，我、发小、陈瘸子，还有另外5位工友。我们搬了2张吃饭的小桌子，在工地宿舍的门口打牌。陈瘸子、我、发小和另外1个工友一桌。我们仨都知道陈瘸子这段时间没少捞油水，所以暗地里商量好，今天给他放血，1个小时就让他输了200多。就在我们准备再接再厉的时候，他老婆王桂芬来了。在夜总会做了几个月妈咪的王桂芬，已经不是当初村里那个土娘们了，烫了个时髦的发型，脸上涂脂抹粉的，穿着小皮裙、黑丝袜，跟工地边上每天晚上营业的发廊大姐差不多。刚靠近我们，就带来一阵刺鼻的廉价香水味，我们几个的眼睛顿时就直了。倒不是被王桂芬勾的，毕竟我们差着辈儿呢，是跟在王桂芬后面的一个年轻的女人，也就20岁的样子，脸蛋清纯又带点娇羞，上身是件简单但被她穿出了曲线的白 T 牛仔短裤，一双笔直雪白的长腿，只一眼我就觉得自己的心跳似乎都停止了。我周围的工友和发小更是呼吸都粗重了起来。桂芬嫂子，这么漂亮的妹妹是你从哪拐来的？不会是给瘸子哥找的姘头吧？脸上有3角形黑痣的工友当时就打趣道，其他人也是猥琐地笑了起来。工地上就是这样，一帮老爷们张嘴就是荤话，尤其是见到女人的时候，他们不会考虑分寸冒犯，只图自己嘴上快活。去你娘的黑三！这是我们夜总会新招来的小妹妹，闲着没事儿，我带她来附近转转。王桂芬对工地上这帮男人的秉性习以为常，黑三更是不在乎她的谩骂，目光直直盯着那个年轻的女人。你们夜总会还有这么极品的妹子，多少钱出台呀？不只是她，当听说这个女人是在王桂芬夜总会里上班的之后，所有男人的目光就更加不掩饰了。这出于某种微妙的心理，大家都觉得在那种地方上班的女人和正常的女人是可以用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的。不知为什么，听到她的身份后，我的心像是被人用力攥了一下一样，有些不舒服。而我分明瞧见一直沉默的年轻女人低了低头，好像有些自卑和胆怯。王桂芬没有多说，嚷嚷着和陈瘸子有些事儿，拉着他进了宿舍，让那个年轻女人顶替他的位置陪我们打牌。他这一坐下，邻桌的4个人也不打牌了，开始故意撩拨这个女人。妹妹叫什么呀？今年多大了？干这行是不是老挣钱了？女人一直低着头，红着脸，一言不发。邻桌的黑三来了句，这女的不会是个哑巴吧？哑巴也能做小姐？你们说
哑巴会叫床吗？工友们一唱一和，哪怕明知道夜总会里的女人是他们消费不起的，也想在语言上占点便宜。当时我看着女人低头委屈的样子，心里有些不忍，冲着黑三他们骂道：逗他娘的嘴巴干净点，关你小子屁事，你还有护食呢，是你的吗？你就护着，你他妈倒是舔一口给我们瞧瞧。黑三几人顿时不乐意了，嚷嚷着教训我。我和发小也同时站了起来，这帮人我了解，嘴上横得很，真打架，我和发小2个人绝对能把他们都干趴下。果然他们没敢真的动手。就在我以为事情到此为止了的时候，宿舍里忽然传来了男女互动的声音，是陈瘸子和王桂芬，这俩估计是太久没见，憋不住了，大白天在宿舍里造起了人。王桂芬的声音跟杀猪似的，分外刺耳。以前她自己来看陈瘸子的时候，也会偷偷摸摸做这种事儿。我们工友有时候就故意趴墙根，还偷偷给陈瘸子计时。但没想到他今天带着别人一起过来，还这么放得开。这下大家是彻底没心思打牌了。我见那女人有些坐立不安，好像是头回经历这种事儿，就问她：要不你先回去，等桂芬婶子出来，我跟她说。女人犹豫了一下，就站起身。你说你瞎操什么心？老陈这实力，咱们谁不清楚，撑死了也就5分钟。这到处都是工地，保不齐就有坏人。你让小妹妹自己一个人回去，多危险！黑三突然走了过来，几张纸币拍在我桌子上。刚才是哥哥不对，说话有些冒犯。这样，给你100块钱，去买点水果，再买2包烟，就当是我给妹妹和你一起道歉了。我有些不乐意，要买你自己买去。弟弟，哥真的错了。话说到这份上了，你给哥点面子行吗？黑三出气的姿态特别低，其他几人也跟着起哄。这鳖孙愿意掏4钱不容易，你就去吧。都是一个工地上混饭吃的，别闹得不好看了。我当时想了想，确实都是一个工地的，没必要闹得太难看。一直不说话的女人也被劝着又坐了下来，没再犹豫。我就拿着钱出去了，因为工地上的自行车和摩托都被出去按摩的工友们骑走了，我只能步行。最近的水果店和小卖部，步行来回一趟得20分钟。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因为自己这短暂的离开，害得这个女人丢了性命。我拎着水果和烟回工地的时候，还在想，20分钟过去了，那个女人不会跟王桂芬回去了吧？却没想到，等我到宿舍门口的时候，却发现牌桌前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散落一地的纸牌。而员工宿舍里面正传来无助的哭泣和尖叫，那声音很陌生，却让我瞬间就想到了声音的主人是谁。扔下水果和烟，我就跑向宿舍，却发现宿舍的铁门被从里面上了栓。操！王八蛋！给老子开门！我用力地捶着铁门，却无人应我，只有那令我闻之疯狂的哭泣声和一帮男人的哄叫刺激着我的耳膜。我不知当时是被什么情绪支持着，在工地里找到了一把斧子，就一斧头接着一斧头地劈向那个铁门。等我终于把门打开冲进去的时候，就看到地上散落着那个年轻女人被撕烂的衣衫，而她正光着身子蜷缩在那里抽泣着，猩红的血迹从她腿间流了下来，染红了她身下脏兮兮的床单。一旁是光着膀子的黑三他们得意地冲着我笑，还有我的发小，目光有些躲闪的不敢看我。我攥着手里的斧头，有种劈了他们的冲动。这时从我砸门开始，就没出现过的陈瘸子和王桂芬却突然出现在了我的身后。陈瘸子拉着我，一个夜总会上班的女人，跟你小子有啥关系？别犯傻。王桂芬则在那边轰着人，都滚出去！几个牲口把人衣服都撕烂了。来，妹妹，
先穿姐姐的衣服吧，你放心，姐姐给你讨个公道。我不傻，我这时候才知道，这事儿陈瘸子和王桂芬从一开始就没有阻拦，可我想不明白，王桂芬为什么要这么做。等到走出宿舍，我发小才来告诉我，他说黑三他们几个人凑了5000块钱给王桂芬，王桂芬开口要1万，说这个姑娘是他们那新来的，性子傲，不愿意出台，是我们工地的老板看上了她，让王桂芬带着调教一下，开导她。王桂芬说低于1万，黑三他们别想得逞。我当时愤怒地瞪着正在穿衣服的发小，你们问过他本人没有？你们这是在犯罪。发小讪讪一笑，反正早晚都要卖，卖给谁不一样。你不会真的看上这女人了吧？我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正当我要继续和发小理论一番的时候，宿舍里突然传来了王桂芬的尖叫，死人了！这下连出来之后就围在我身边抽烟，实则是想监视着我的黑三他们都慌了，连忙冲进了宿舍。那个年轻的女人不知从哪找到了一把匕首，捅进了自己的心脏。王桂芬早已吓得跌坐在地上，年轻女人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所有人，让人不寒而栗，你们会下地狱的。然后她拔出了插在胸口的刀。事情闹大了，王桂芬不敢回去，陈瘸子手足无措，给工地老板打了电话，黑三他们则死死盯着我，不让我离开半步。很快，一身酒气的工地老板带着几个人就来到了，他直接让人把尸体埋在了工地下面，当场就亲自动手，把陈瘸子的腿打断了。事后，所有参与的人员，包括我，都被老板赶出了工地。临走前还放了狠话，谁要是把这事儿透露出去，影响了我的工地，我要的就不是一条腿了。从工地回来后，我就再也没有出去打过工。7年过去了，此刻我站在陈瘸子家，看着宛如灵堂一般的喜堂，后背已经被冷汗打湿。这个寡妇究竟是谁？是她吗？她回来了。我再次看向那几个纸人，强忍着恐惧，拽过一个，把裹在外面的纸撕开，拆掉里面填满的稻草。咕隆隆，一颗洒满石灰的人头从稻草中间滚落，砸在了我的脚背上。是他，他来报仇了！我慌张地逃出喜堂，向房子外面跑去。刚到门口，寡妇的豪车突然鸣笛，刺耳的响声吓了我一跳。我转头看到寡妇独自坐在驾驶座上，脸蛋还是那么美艳，神情却有些疲惫。进来坐坐。她的话如同有魔力一般，让我无法拒绝。我坐到了副驾驶的位子上，仔细地盯着她的脸。我说：“你不是她。”她没有回应我，而是启动了车子，载着我向村外驶去。我不知她要带我去哪，却认出了那是通向县城的路。长期没有修缮的石子路，坑坑洼洼的，哪怕是坐在她的豪车上都有些颠簸。几分钟后，就看到了发小坐在村长的老摩托后座，出现在了我们视线的正前方。滴滴滴，寡妇又按响了鸣笛，把车停在了路上。发小转头看到了我们，就拍了拍村长，让他把摩托车停了下来。发小连忙下车，冲我们笑了笑，跑了过来。寡妇却突然踩了油门，在我的惊讶和发小惊恐的表情中，向他冲撞过去。砰！一声巨响，我看到发小的身体飞了出去。旁边刚停好摩托准备过来寒暄的村长愣在了原地。寡妇载着我，快速地从他身边掠过，豪车又从发小的身体上碾了过去。你到底是谁？副驾上的我已经有些歇斯底里。寡妇，不，她肯定不是什么寡妇，她是个杀人犯。可她脸上的表情却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般。真不记得我了吗？7年前我们见过，我是王雪的妹妹王静。
王雪、王静，我想起来了，我被赶出工地之后，没有和陈瘸子他们直接回老家，而是偷偷打听了那个女孩的身世。她叫王雪，高中刚毕业，是夜总会里面的服务员。她有一个身患心脏病的妹妹。你不是死了吗？我惶恐地看着她，我记得很清楚。在王雪出事后不久，王静就因为没钱治疗，被福利院接回去等死了。而我由于内心的愧疚和自责，去福利院看过她一次。当时院长告诉我，她最多还有半年时间。当时我告诉她，我是王雪的朋友，还加了她的 QQ 号。她一直追问我王雪的下落，我没有说。直到1年之后，经受不住内心折磨的我，在镇上的网吧里看到了那个灰色的 QQ， 就把内心埋藏了1年的秘密写进了对话框，发了出去。自始至终，那个 QQ 都没有回过我一条消息。你没死？我像个傻子一样问了句废话。他没有回答我，而是说陈瘸子死了。不可能，陈瘸子只是挨了一脚，虽然那一脚有些重。他像是看出了我的疑惑，你发小那脚踢得不错，需要做手术才行。而我拒绝交手术费。陈瘸子是活活疼死的。我不禁有些毛骨悚然，这个可怕的、心狠手辣的女人，真的是当年那个卧病在床的小女孩吗？而她的下一句话更是让我如坠冰窟。所以7年前那件事，你真的没有参与吗？你什么意思啊？我顿时坐直了身体。王静这时候突然从驾驶座旁的烟盒中抽出一根烟，给自己点上。知道我为什么没死吗？你从福利院离开不久，你们工地的老板就找到了我。起初是让人监视我，后来可能是发现我和我姐姐有点像，就花钱给我换了心脏，把我养大，让我给他当小三。在我杀死他之前，问他买我姐姐那个工地，出去买水果和烟，要走多久？他告诉我，工地里面就有小商店，水果和烟都有，是陈瘸子给他出的主意，他自己开的，平时就交给陈瘸子打理。我的呼吸顿时急促了起来。不可能，我的记忆里不是这样的。我努力地回想，想要否认，脑海中却突然闪过王雪被摁在我的床上，在我面前挣扎求饶的画面。下一刻，王静猛地打了一下方向盘，一道刺眼的光瞬间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一辆大卡车迎面向我们撞了过来，我仿佛看到了王雪，她坐在大卡车上，手中拿着匕首，冲我说：“你们会下地狱的。”